我在球场被人撞晕，醒来发现自己在医院，而病房外全都是丧尸。看着从里用椅子抵住的门，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紧闭的卫生间里也许有人，或者是丧尸。我咽了咽口水，拿起输液的铁架子朝卫生间靠去。卫生间很安静，我轻轻拧开门，把手一推，一股恶臭扑面而来，是一具半腐的尸体。从服装看应该是个护士，似乎被捆在水管上。我只感觉一阵反胃，正要关门退出，就看见那个护士慢慢抬起头，灰白死寂的眼球死死地盯着我。我被吓得僵在原地。护士像饥饿的野兽般朝我扑来，又不断被身后的绳子拉回去。几次猛烈的拉扯后，啪，水管再无法承受，直接断开了。我下意识地用铁架顶住了它，一股巨力传来，差点把我撞飞。还好它沾满血污的脚在光滑的瓷砖上并不着力。近距离看着他狰狞的面孔，我的内心几乎一片空白。我看准时机，一咬牙，猛地用力一顶，他摔倒在地上。我举起铁架砸向他的头，那令人作呕的恶臭已经充满了整个病房。我精疲力尽地爬上床，大口喘着出气。刚才这一会儿已经耗尽了我所有的体力。走廊里偶尔响起一阵阵诡异的低吼，还好没有目标时，他们似乎并不怎么移动。稍微的歇息让我缓过来了许多。床头柜上的食物和水并不多，撑死了也就是一天的量，但我并没有打算省着，而是大口吞咽，大口喝水。我需要的是快速恢复体能，想办法从这里逃出去。窗外天空很快渐渐黑沉下来，我来到窗边观望，整个城市陷入了漆黑的状态，看不见一丝灯光。看来整座城市都沦陷了，并不是只有这所医院停电停水，整个北山市都是这个状态。随着夜色越来越浓，奇怪的响声和吼叫声也越来越多，走廊里开始不断有脚步声在回响，仿佛迷路的人在走来走去，寻找一条出路。似乎这些丧尸在夜里才会变得更活跃，看来还是得在白天想办法离开。我在门口又堆叠了一些东西，仔细检查了一下，才安心睡下。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过来。夜里丧尸的活动声慢慢安静下来，随着晨光洒向大地，世界都缓缓安静下来。楼下广场空无一人，就好像人类全都消失不见，只留下我一人。我仔细观察外面，在脑海中规划了一条逃离医院的路线，开始着手准备一些东西。我从输液架上拆下1米多长的实心铁棍，手感很好，只要用这个对准丧尸的眼窝或者是口腔，只需要一下，丧尸就会立刻毙命。我开了开的胳膊，又将床单全部撕成细条状，然后把布片缠在袖口和裤腿处，最后剩下的被罩被我撕成长条，编成了一根绳子。做完这些，外面已经大亮。我一边吃着剩下的食物，一边在脑海里一遍遍地预言接下来的路线。现在没有食物和水，属于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说什么也必须离开，不能回头。我用枕头套里将病房的卫生纸、毛巾、打火机等有用的小东西装进去，将装着东西的枕头套捆在背后，又把输液架铁棍别进腰里后，我拿起刚才用被罩编成的绳子绑在了窗框上，确认绳子绑得很牢固，我直接抓住绳子从窗口翻了出去。虽然白天丧尸好像不怎么行动，但是离得太近发出的声响或者是味道都有可能让他们像浴室里的丧尸一样被突然唤醒。如果在狭窄的楼道里被丧尸堵住，那就是死路一条，还是从楼上直接利用绳子下到外面的草地上去更安全。一脚踏在草地上，我静静地等待了几分钟，确认附近没有丧尸盯上我，才松开了手中的绳子。要是下来有危险，我会立刻反身再爬回去，能屈能伸才能保命。白天院区里面还算比较安全，至少目之所及根本见不到丧尸的身影。今年的夏日比往年来的要早，也比往年更加炎热，空气中若有若无弥漫着腐烂的臭味，让人有些头昏脑胀。我穿过草地，直接朝着医院的侧门跑去。正门需要穿过大厅，我能够想象得到丧尸拥挤在一起的样子。这可是大型综合医院，人流量难以想象。一路上什么都没有遇到，连一只鸟都没看见。拐过一个弯，路边突然出现了几间白色的小平房，远远看过去有点像是仓库的样子，窗户的玻璃灰蒙蒙，看不清里面。这与之前我在楼上观察到的情况并不相符，看来是因为3楼并不太高，这几间房子被树荫遮住了，所以没有看见。
有房子就很有可能有丧尸。我从腰上慢慢将自制的铁棍抽了出来，握在手中。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硬着头皮穿过这里了。整座医院最安全的路线只有这里。我深呼吸，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在心中演练了几次如何刺出铁棍，如何躲避丧尸攻击。看来白房子这边不是有丧尸，就是有腐烂的尸体，否则不会越靠近越臭。果然，在距离白房子还有几米的距离，透过没有关严实的门，我便看到里面地上并有好几具已经腐烂的尸体。那些尸体原本是被裹尸袋装起来的，但不知什么原因，裹尸袋全都被撕开了。有些尸体身上有被撕咬过的痕迹，原来是停尸房，大概是尸体堆放在此，现在无人处理，被流浪狗之类的动物撕咬过。我的猜想很快得到证实，一只黑色的狗把头从门缝里伸出来，盯着我一动不动。我的心里直发毛，想起《生化危机》里那些可怕的丧尸狗，只是还好它似乎只吃了这些还算正常的尸体腐肉，看起来并没有变异。我挥了挥手里的铁棍，它从门里窜出来跑不见了。看着地上的尸体，要是平时无意中走到这里，我肯定要骂一声晦气，可眼下这个状态，至少他们不会像丧尸那样攻击人。我握住手中的铁棍，走得小心翼翼，一方面提防着暗处有可能会有流浪狗冲出来攻击我，一方面又在提防着某个地方可能会有丧尸在附近游荡。这些尸体全都腐烂了，流浪狗没有食物，说不定真的会攻击路过的活人。以前我可是在网上看到过大群流浪狗攻击路人的视频。它绕过面前的尸体，走到了停尸房的正面。这时我才看到正面的一个小广场上同样摆放着密密麻麻的尸体。刚才那些尸体不过是广场上摆不下了才摆到那边去的，尸体全都已经腐烂发臭，臭味直接熏得我干呕了一声。小心翼翼越过这些恶臭难闻的尸体，我继续朝着医院侧门的方向前进。眼看医院侧门就在眼前，一个黑影突然从门外冒了出来，是刚才溜走的那只流浪狗。它的身后还跟着10多只瘦骨嶙峋、目光恶狠狠的土狗。一看到我，这群狗全都龇牙咧嘴地发出低吼：“你这狗不讲武德啊，就要回去摇燃了！”我将铁棍横在胸前，做出能够快速攻击和防御的姿势，双眼紧紧盯住迎面来的狗群。狗群只是对着我低吼，并不敢冲上来。看到我的武器，有2只甚至将尾巴夹在2只后腿中间，还在偷偷摸摸往后退走。我看着这群狗有些怂，心中的自信又多增加了几分，直接挥舞着手中的铁棍，开始驱赶狗群。估计是饿得太久，带头的那只狗似乎有些蠢蠢欲动。不等他们下定决心，我不退反进，直接将手中的铁棍朝着领头的黑狗头上抡过去。只听得砰一声闷响，抽得枯瘦的黑狗直接身体一僵，呜呜叫了2声，后腿蹬了好几下，便失去了生机。靠后的几只狗掉头就跑了，离得近的2只直接龇牙咧嘴冲上来。我找到了手感，握住铁棍，不断抽打或斜刺练习手感。不到2分钟，地上便有好几只狗没了气息，剩下的狗全都被吓破了胆跑，朝着侧门往回跑。我随手将手中铁棍挥了挥血字，正要别回腰间，就看到那些狗脱头的身影朝着我径直扑过来，动作比刚才更加迅速，看起来更加凶猛。我心里咯噔一下，不对，他们刚才吓破胆，不可能这么快就回来。什么东西能够把狗吓成这样？果不其然，医院侧门很快出现了几只摇摇晃晃的身影。我的脚步飞快动了起来，那几条狗也跟在我身侧，飞快逃命。这些狗因为长时间的饥饿，身体机能下降，跑得慢的狗很快就被丧尸抓住，撕成了碎片。我没有回头，继续往前奔跑，身后的丧尸紧追不舍。虽说他们的速度并不快，但我的速度却是在慢慢降低的。本就是还未痊愈的病人，又被追着跑了这么久，现在根本就跑不起来了，只能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快走。